团队 agent 就是进入工作群由大家共用的 AI 助手，它解决的是一群人怎样把同一个任务接着做下去。群里有人问他查一下这个业务指标，他能读取获准资料，也能调用业务工具。接下来就看他怎样接住这项工作。agent 很快给了数字，数据分析师看了一眼，发现计算口径错了。他在原消息下面补充，测试账号要排除 agent 重新计算，业务负责人接着做决定。这里省下的不只是复制粘贴，3个人看见同一个任务，同一份依据，还有同一次纠正。这里说的主要是数据查询、文档整理和项目跟进等可留痕的知识工作。薪酬、合同签署和客户承诺这些高风险决定仍然要由明确的责任人审批。正要开始试，先挑一条高频低风险而且交接很多的流程，拿它验证这条共享回路有没有用。先看一个很常见的流程，产品经理用自己的 AI 写需求，然后把结果发到群里，开发再复制一遍，交给自己的 AI 拆任务。测试拿到开发结果，又让第3个 AI 写用例，3个 AI 都在干活，3次交接却都可能丢信息。产品为什么删过一个方案？开发遇到过什么限制？测试应该盯哪类风险？这些过程留在3段私聊里。群里只剩3份看起来已经完成的结果，下一个人还得重新问背景、确认版本和计算规则。这就是交接成本，可能更快了，不等于团队也会更快。团队 agent 不只是多人共用一个聊天框，还要进入群聊、项目频道或者团队原本就在用的工作台。要让他真的接得住工作，至少要有4样东西。第一，共同现场，他知道大家正在讨论哪件事儿，而不是只看到最后一句点名。第二，团队上下文，他能找到当前任务需要的讨论、文档、决定和业务规则。第三，受控权限，他知道哪些资料能读，哪些系统能写，哪些动作必须等人确认。第四，持续状态，任务换了人，隔了一晚，他仍知道做到哪里，还缺什么。有了这4项基础，团队 agent 才能跑起一条5步共享工作回路。第一步，看见事件，群里出现问题，会议刚结束，项目状态变化，都可以成为触发信号，他不用等人打开新窗口，再把任务从头讲一遍。第二步，拼出上下文，这里的上下文是完成眼前任务真正需要的材料。知识库保存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文档，记忆保存跨任务要沿用的偏好、决定和代办。上下文则是这一次实际交给模型的内容，不是把公司所有资料一次塞进去。第三步，调用工具，只会生成文字的 agent 仍然只是问答助手。连接器就是把 agent 和业务系统接起来的接口工具，它让 agent 查数据、建任务、改文档或者发起流程。每一次调用都要先过权限检查。第四步，让人公开纠正，分析师可以补充指标口径，法务可以换成批准过的条款，项目经理也能指出哪一项依赖被漏掉了，纠正留在共享现场，团队和 agent 都看得到。第五步，写回结果， agent 更新周报，把任务写进项目系统，或者保存这次确认过的规则，下次碰到类似任务，他就能从确认后的状态继续。所以 agent 第一次答不对并不是最可怕的事，真正要紧的是错误能被看见、纠正，再写回系统。这套机制已经有对应产品。2026年6月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 Cloud Tag， 按照官方介绍，他把 Cloud 接入企业协作工具 Slack， 人暂时离线时，他也能在频道里继续推进任务，同时提供身份限制、活动记录，还有预算控制。这些功能说明团队级 agent 控制项已经出现，但它不能证明企业接入以后一定更高效。能不能省时间，还要看流程、资料质量以及权限有没有设计清楚。这条共享回路可能先省下3类时间。第一类是交接时间，下游在同一条任务线上看依据，不用再等上游整理一份背景材料。第二类是学习时间，同事怎样提问、拆任务、纠正 agent 都在真实工作里公开发生，不会用的人可以先看懂别人怎样做，不必先参加一门大课。第三类是找人和等待的时间，一个团队不需要人人记住全部知识，但要知道资料在哪里，什么来源可信，该找谁判断。组织研究把这种能力叫做交互记忆系统。研究发现，成熟的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正相关，但研究对象是人类团队，不是团队 agent， 它只能解释共享知识地图的价值，不能直接证明 agent 的收益。团队 agent 可以成为这张地图的入口，销售先按确认过的口径取数，业务先引用批准过的条款，专业人员继续负责规则和例外，只是不用亲手处理每一次重复请求。团队 agent 最该省下的是交接、学习、找人和等待，少打几个字只是顺带的。不过这条共享回路要运转，权限就是它的护栏，它接触的信息越多，能调用的工具越多，出错时影响也越大。agent 进群以后不能默认继承所有人的权限，更稳妥的做法是先给他一个明确身份。负责周报的 agent 可以读项目进展，但不该自动读取薪酬或者1对1沟通。负责客户答疑的 agent 可以引用产品资料，但不能擅自改合同，更不能承诺价格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说明里建议，每个角色只拿到完成工作所需的权限。放到团队 agent 上，你可以连续问5个问题：他以谁的身份工作？能读哪些资料？能改哪些系统？哪些动作必须由人批准？出错以后能不能查到记录并撤回？群聊记录也要分层，正式规则、临时讨论、随口猜测和过期判断，不能混成同一种知识，不然 agent 只是更快的，
复述团队原来的混乱，把这条共享回路落到团队里，先别让 agent 接管整个公司，就从前面说的低风险流程开始，比如收集项目进度、整理客户反馈或者回答内部产品问题，由这条流程的业务负责人牵头，先跑一个短试点，比如2周，开始前先记录当前表现。第一，量清交接次数，要等多少次回复，复制多少次信息，平均多久才能完成。第二，写一张上下文和权限清单，哪些资料可读，哪些动作能做，哪些必须确认，还要写清保存期限，以及最后由谁负责。接入知识库5个字远远不够。第三，把纠错规则写清楚，谁能改口径，改完写回哪里，每周复盘哪些错误。试点开始前要写清楚什么时候扩大，什么时候调整，什么时候停止，出现越权操作或高风险错误就立刻暂停。试点结束，先别急着比较模型分数，判断 AI 有没有进入日常工作流程，可以看3个结果：一个人的经验，下一位同事能不能接上，一次纠正，下一次能不能少犯错，一项任务能不能在清楚的权限里继续推进，经验有人接，错误能服用，权限可追责， AI 才算进入了组织的工作方式。你可以先拿团队里一条低风险流程，把交接次数和权限清单写出来，这比先采购一个机器人更接近真正的开始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